在末世，雨水携带病毒，人只要被淋到就会全身溃烂而死，而食物也变得极其匮乏。常常几百人为了吃一只蟑螂打得你死我活，人性的丑陋在这一刻展露无余。而就在这种残酷环境下，却有这样一个庄园，里面的人顿顿有肉吃，天天能洗澡，人们脸上带着笑，仿佛外界的残酷与他们无关。众人想进庄园，男主人却要他们交出手里的枪，但毒雨马上就要落下，队长只好交出了手里的8手 AK。进入了庄园，众人被安排休息，可队长却发现门禁被反锁了，再配合窗外电闪雷鸣，众人被吓得一夜无眠。但奇怪的是，并没有事情发生。第二天，胖姐带他们去吃早餐，来到室外，众人懵逼了，这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，简直来到了世外桃源。紧接着，一车新鲜蔬果停在他们面前，胖姐拿起一个让众人尝鲜，可没人敢动。胖姐见此，直接就把果子朝嘴里塞，众人信了一半，但只有队长感到了隐隐的不安。紧接着，胖姐让众人洗澡，但还是没人敢动。见此情形，胖姐直接以身试水，见胖姐依旧活蹦乱跳，众人完全放下戒心，但队长还是没洗，他依旧很不安，于是独自溜到了地下室。突然，他发现了一些小孩的血子，难道自己的不安成真了吗？而另一边，其余人洗完澡正大口吃着早餐。此时，队长匆忙赶到，看到众人狼吞虎咽，他直接质问胖姐。可队友都觉得队长得了失心疯，队长不死心，再次质问。可这时老男孩走了进来，他指了指窗外，队长愣住了，只好问道。没想到老男孩直接来了一句：一次没找到证据，那就再来一次。队长2进宫，这次他来到了厨房，竟看到里面女厨师正挥舞着电锯在锯着什么，可刚想走近，却被其他女工撞见，并被呵斥离开。队长无奈只好退走。在路上，他遇到了慌慌张张的小美。原来小美也发现了这里的不对劲。就在刚刚，他送弟弟去医务室割腰子，没想到医生在治疗时拿出的药剂，竟与之前想杀弟弟的女医生拿出的药剂一模一样。随后队长也告诉他，自己看到了电锯女厨师，两人决定一起杀个回马枪。可再次进入厨房，这里已经人去楼空，再次一无所获，两人只好回到房间。队长决定拉下老脸，哀求大家信他一次，和他一起离开。众人决定发起投票。队长瞬间脸黑，见没人相信自己，队长决心一定要找出确切的证据。队长走后，胖姐走进了房间，她来邀请大家参加晚宴，而队长也再次来到厨房。这次他终于有了发现，厨房一定才做过活体切割，而存放活体的地方一定是冰箱。他缓缓走过去，拉开冰箱门，他呆住了。而另一边，晚宴也正式开始，丰盛程度前所未见，大家都吃得很开心。可接下来老男孩的话让他们毛骨悚然，众人当即就要起身，却被其他人摁住。而这时，队长也闯了进来，他想带众人离开，可却被男医生拿出8手 AK 制止。众人缓缓拆开糖纸，所幸几人都没有花。可当小胖妹拆开时，他崩溃了，眼见小胖妹即将成为下一顿晚餐。这时，胖姐却突然站起身，一把就抢过了小胖妹手里的花。原来，在这2天和小胖妹的相处过程中，她看到了自己死去孙女的影子。反正自己也年事已高，还不如让小胖妹好好活着。随着胖姐进入厨房，老男孩也终于同意几人离开。在门口，小美仍旧不死心地问医生自己父亲的去向。医生忍不住开口。小美震惊了，还想问什么，可医生却被老男孩直接打断，众人只好再次上路。突然，刚才的医生拿着药剂冲到了他们面前。看着医生羊癫疯发作，队长的9手 AK 直接压不住了，送他去见了上帝。而小美却悄悄捡起了地上的药剂。难道当初信誓旦旦要去拯救世界的父亲，真的是灾难的始作俑者吗？